你不认识他吗？他就是你让我救的潘建池。潘先生，这枪怎么样啊？的确是好枪。如果是好枪的话，那就送给你了。这世道现在这么乱，拿着这把枪防身，别再让人抓进去了。谢意公子。你叫潘建池，是哪几个字？隔河如皋，一剑池的剑池。名字倒是别致，只是有点不太吉利。事事都迟，难免落在别人后面。纵使归心似箭，终究还是迟了。潘先生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内子秦桑。秦桑低绿枝，好名字。表哥忙着跟江祖的贵人结识，早就忘了我这个表妹了吧？多谢表妹相救。我就不应该这么早把你给弄出来，应该让你在牢里再好好享受几天皮肉之苦，就知道老实了。看来我的表哥还是没有学好啊，要不然怎么出来了有家不回，偏往这芝山上跑？表妹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只是听高公子说，开口救我的是一家三少，易公子是江左有名的人物，潘某只是过来表达谢意，从未想过高攀。如果说是为了结交贵人，却忘了表妹的恩，是绝对不敢的。既然人也见了，情也谢了，就赶紧下山吧。表哥，好自为之。也许是表妹怪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家，让家人担心了。我现在就速速下山，给家人报个平安。潘先生，来都来了，着什么急走啊？既然芝山之围已经解了，我们明天去打猎怎么样？这子弹可没长眼睛，要是打到谁，那就不太好了。三儿，李望平，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邓小姐，厉望平这个名字我早就不用了。如果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提起，只怕会给我招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杀身之祸。你死了才好，也省得秦桑被你利用。何必这么夹枪带棒的？我托秦桑救你，只是念同学之意，想救你一命。没想到连我也被你利用了。潘公子去东阳都学了些什么呀？怎么学成了忘恩负义、狼子野心之辈？邓小姐，此话怎讲？我救你，是想让你捡回一条命，趁早离开江左，不要再出现在秦桑面前。你倒好，趁这次机会来接近易连凯。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野心？我都劝你趁早打住，否则就把我底细给说出来。哼，你就不怕拖累秦桑吗？你居然用秦桑来威胁我，潘建池，你真的是个卑鄙小人。秦桑当年真是瞎了眼了。
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他，不管你们认为我是什么人，我都问心无愧。好，那我要你发誓，护他周全，也不得对他有半分非分之想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伤害秦桑，也不会对他做任何不敬之事。你也绝对不能伤害易连凯半根毫毛。这又是何意？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夫妻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可是我在路上听高公子说，他们两个夫妻感情并不好。连这都被你打听出来了，潘公子，你还敢说你此次前来是毫无目的的？没错，易连凯的确是苛待了秦桑，但是在秦家败落之时，不顾众人反对和风言风语，娶了她的也是他。所以，易连凯对秦桑有恩，不像是某个人听到了风声就像老鼠一样落荒而逃。好，我向你发誓，只要秦桑自己选择和易连凯在一起，我也绝对不会伤害易连凯。这下你满意了吗？邓小姐，这是我的客房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合适吗？请吧。大西洋两岸有3场重大的革命：英国革命、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。其中，只有法国这场革命被称为大革命。1789年，法国还是欧洲潜在的最强大的国家，而1793年之后，则成了欧洲实际上最强大的国家。革命没有让法国后退，反而把法国推向了欧洲的王座。经过革命的洗礼，今日的法国才如此富有、浪漫、狂热。刚才那么多人，我只看见你。我叫秦桑。秦桑，听起来像情商。我叫厉望平。厉望平，一马平川，还有什么可望的？希望你平平安安。望平，这是我偷偷找人印的。上周帮我们印传单的那家报社，已经被迫关门了，现在也没有报社帮我们印了。这个
还是我欠了好大的人情才搞到的。没关系，就算他们查封报馆，我们还有笔，还有纸，还有思想。就算他们把我关入大牢里，但我们的大脑也装得下整个世界。革命者如果被这些艰难所屈服，还谈什么革命同胞的未来？汪平，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，你把革命当作事业，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奋斗。只是，除了革命之外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呢？秦桑，走上这条路是条不归之路。我不是不愿意给你一个未来，而是我怕耽误了你的未来。我不怕，前方要是没有路，我们就一起踏出来。汪平，你一定要来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丧儿，你们把小姐带回去。求你成全我和汪平吧。娘看不上的并不是他的门第，哪怕他是街边一个要饭的，只要你喜欢，只要他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，娘也许你下嫁。但是他是天盟会的，稍有不慎，那就是生死相隔。做母亲的都希望儿女平安，难道你要下半辈子都以泪洗面吗？可是您试过可以为一个人，可以陪他生，陪他死吗？您是跟父亲相敬如宾，可是你真的爱他吗？我宁愿跟一个我爱的人去死，我也不愿跟一个我不爱的人平安的度过一生。好，你愿意等，就继续等吧。你给我跪在这里，他要是来了，你就跟他走吧。齐桑，齐桑，你给我开门！你，齐桑，你干什么？啊？你是哑巴吗？不知道回我一声？你要死是吧？啊？想死没人拦着你。但是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，我出去给你包个场子，让你好好死。但是你不能给我死在家里，明白吗？你骂完了？师傅，
马上就要过中秋了，可是您却尸骨未寒，您的遗体还在成军地界。连凯心中有愧，外人看我荒唐，即使他们不知道，这是师父韬光养晦之计。这一计策，就相当于给连凯做了一层保护。如果连凯轻举妄动，反而会受人所知。师父，这些连凯都明白。师父叫我子承父业，其实连凯没有那个心，但是又不得不认这个命。师父，既然这是您的遗愿，就算头破血流，我也要去做。怀秀姑娘辛苦了。大少奶奶客气了。不知道您叫我过来什么事？想请您帮我们家做一套寿服。给一继梅做寿衣？少帅，电话。我是易连胜。二公子，大事不好！舅舅，什么事这么慌里慌张的？易大帅遇刺，伤势严重，现在已经开始做寿衣了。大帅遇刺，谁干的？事发突然，凶手连个影都没有找到。老二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必须马上拨马回福院，老爷子随时有可能撒手人寰。好，我现在立刻赶回去。还有一件事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让老三比你先回福院。你立刻派人把他困在芝山，用一切方法把他拖住。老三？老三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总以为你三弟就是个整天无所事事的草包？知山知尾，他先示弱，后装傻，最后趁慕容轻敌之际，速断速决地放火烧山，逼退慕容军。有此等胆魄和智谋，三公子不是等闲之辈。舅舅啊，您想太多了。老三是凭他的小聪明，还有我的帮助才退了兵。您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解围可能只是小机灵，但能把这小机灵藏住10年，这就是本事了。二公子，我是你舅舅，我不会害你的。我知道了，舅舅，我会尽快赶回去的。但是，赶回去之前，我要先把江左的局势安稳住。您不用劝我了，就算老三跟我争，那也是一家的家事，跟江左的事没法比。我相信，如果父亲现在清醒的话，也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的。就这样吧。三儿，喝点东西。三儿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上山来。你不知道他要上山？难道你一开始就不知道你救的是他吗？现在又跑过来跟我解释，如果来道歉，你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三儿，我不是要骗你，我不告诉你不是怕你不救他，我是怕你奋不顾身的去救他。如果那样的话，
被伊连凯知道了，你以后在易家还怎么容身呢？玉林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望平他现在是不是天盟会的人？高公子，没想到你的枪法可以啊！实不相瞒，姚师长，我也很少狩猎。谦虚是吧？我觉得你像个老手。哪像姚师长，宝刀未老，百发百中。这光天化日下，朗朗乾坤，大帅府大门口啊，满院子兵，连个凶手都没见着。张锡坤，你说你，先是范先生，后是大帅，你居然连个凶手都抓不着，你这个警察厅长是怎么当的？啊？老姜，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你觉得你能抓住？你去啊，我给你开绿灯。大帅被刺，你一不派人缉拿凶手，二不担心大帅的伤势。哎，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自己清楚，我们也都清楚。好啊，那我心里怎么想，你倒是说说。要我说啊，你就是盼着大帅早日归天，你好和你的新主子鸡犬升天。我对大帅的忠心，天地这群人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那就是易大帅。倒是你呀，左一个归天，右一个升天，不知道你是口无遮拦，还是装傻充愣。江长官，再由他们胡说下去，大帅让你抽个时间，好好去还能说出什么来？学习学习。哎，你那个教书先生就没教过你这个成语怎么用吗？你们，医生，大帅的伤情怎么样了？大帅明明叫我来是做范先生的丧服的，怎么来的时候我听人窃窃私语，说我是来给大帅做寿衣的。做的是我的丧服，范先生的寿衣。听说范先生遇刺了。是啊，范先生一生都在为我一家奔忙，没想到竟然不得善终。我与范先生是结拜兄弟，送他最后一程吧。大帅，你也不要太悲伤了。范先生是为江左献身的，只要大帅能够稳住江左，让江左的百姓安居乐业，范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得到一丝宽慰了。怀秀啊，听你说话，和穿你做的衣裳一样舒服。大帅，尺寸已经量好了，3日之后我就把丧服送到您的府上。其他3位公子是不是也要做？不需要，你以后只需做我一个人的衣服。好啊。不做衣服的时候，就在我府上歇着，绣绣花，剪剪布，我就喜欢听你用剪子的声音。好。大帅，中秋团圆，这是好事情，怎么感觉不到大帅高兴呢？数数日子，我那2个孩子也快回来了。孩子小的时候，知弦太少，生怕养不活，留不下我一家的种。现在好了，孩子都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我才发现一家的窝留不住他们了。做父母的苦恼，
莫过于此啊！大帅，你的白头发最近多出好多啊。老了，一家很快就要改朝换代了。潘先生长得像个文弱书生，没想到枪法如此之好，是在什么地方学的？潘某毕业于东洋陆军士官学校，学过一些。这所学校我知道，在东洋相当出名，号称是东洋第一将军姚澜。不想，去年以全校第1名毕业的，却偏偏是一个中国留学生，搞得东洋人很没有面子。我当时听我爹说起，老爷子还伸出大拇指，夸了一声好，说这个学生啊，真给中国人争光。高公子谬赞了，那个中国学生啊，不过尽自己本分而已。中国人本就不输于东洋人，考个第1名，算不上什么。潘先生言下之意，似乎对此颇有不满。不知潘先生毕业的时候考的第几啊？那个第1名，就是我。哦，原来高督军夸奖的就是你呀，邓小姐，你有这么一位优秀的表哥，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我这位表哥啊，出国留洋之后，从来都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。要不是这次回来了，我们家人还以为他死了呢。潘先生此次回国效力，有什么打算？刚回国，我想给家人扫完墓之后，去其他国家游历。听闻潘先生的才干，我倒是非常想引荐你给我父亲。多谢高公子厚爱。鄙人以为，高督军虽好，但太固执了，不长于机变。那么，益州李重年那儿呢？有没有想过到他那里效力啊？李帅占据益州，易守难攻，是以安稳度日，成就一方的好选择。然而益州路途遥远，难成大业。那潘公子若想留下，不如让3少爷引荐给义帅。义帅是最跟不得的，江左基业已成，自己前去只是锦上添花，而非雪中送炭，永远不会受到重用。那么，北慕容家？潘公子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看来潘公子是看上南方的天盟会了。三公子高见，我还真看上天盟会了。可是我一到昌业，就被卷入学潮，关进大牢。就看方家店学潮这次事件，我就已经灰心丧气了。潘公子，你在外面为国人效力，我佩服你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把酒言欢，不醉不归。好，不醉不归。你把这件衣服做完，就走吧。听着你的剪刀声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就觉得心里难得的平静。夜晚清凉，三少奶奶赏月，小心着凉。我没有赏月，我是在看樱花。芝山上也有樱花。我是在看前平岁梦潭的第7颗樱花。那里的樱花，曾经我也见过。现在开得还好吗？已经不开了。
那颗樱花被雷击了，已经焦了。枯荣皆是草木的命运，三少奶奶不必伤心。早已无情可伤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是来找你的。你又来找我做什么？如果我说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相信如何？不相信又如何呢？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已经分不清你说的话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只要你想听的，那句话就是真的；就算不是真的，我也会让它变成真的。这些话，你还是留着骗那些年少不经事的小姑娘吧。失陪了。公子爷，二少爷来电，大帅遇刺了，我们要赶紧回福远。玉林，你先下山吧，希望下次见离今天别太远。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嗯，路上小心。那我走了。嗯。三少奶奶，自己保重身体啊。好了，知道了，放心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啦，快走吧。路上小心啊！三少奶奶，其实我……高公子，这一路上怕是有危险，还是麻烦你送他们去火车站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他们安全送到火车站的。多谢。事出紧急，从芝山到火车站的路上一定有人在监视。宋副官是从小路过来的，所以我们也骑马走小路。这骑马肯定比不上坐车，你就忍忍吧。放心吧，我忍得了。三少爷，小心点！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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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三少爷。兰坡，这，三少爷没事吧？三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你出手相救。客气了。这匹马向来温顺，可是偏偏为什么在我要回福远的路上，却发了疯？也许我猜到了什么。
在马耳朵里面放虫子，虫子越钻越深，叮咬马耳，马自然痛痒难忍，难怪会发疯。这招好毒啊！这是谁干的？刚刚我们离开芝山别墅的时候，看到宋副官正在这匹马旁边，行为诡异。请问你在干嘛？潘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？兰坡，兰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把枪我似乎见过，驻扎在昌业的伏军用的都是这种枪。这个人会不会从抚远军中来？什么抚远军啊？天下间谁不知道抚远军是我二哥的？这把枪不过是那个宵小之辈仿造的罢了。他这样一死，倒是可以嫁祸给我二哥了。说吧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好好调教一番，当我的亲兵。没想到你却想要杀我，公子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此人是谁的部下，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，不如带回去慢慢再审不迟。我在陆军士官学校倒是学了不少审人的办法，可以用在他身上，不怕他不开口。依我看，还是把他押回抚远，带给老爷子亲自审问。若真是二哥的人，也让家里看看，讨个公道。宋副官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是回抚远让老爷子审你，还是回去我们审你？还是你现在就说？我要单独和他聊聊。谢谢你救了兰坡。我救他也是为了你，不用谢我。这些话，你还是留着骗那个年少不经事的秦桑吧。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。我从来不用感情去欺骗我爱的人。那我应该怎么样？感谢你的厚爱吗？李望平，我总觉得你上山来是有所图谋。我是有所图谋，我图的是人，谋的是情。我要把过去错失掉的一切全都弥补回来。希望这次我没有来迟。有些事情啊，迟一次就是迟一辈子。你自己图的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不用在这巧言令色的骗我。我已经嫁人了，我是易家的三少奶奶，重名节，重情义。已经不是当年被只字片语就骗去跟你私奔的秦桑了。我对你从来没说过半分假话。当年和你说的每一字每一句，都发自肺腑，出自真心。我说过带你去法国，去巴黎，
我就托人在哥德弗洛伊大街找了房子，甚至已经找到了一份助手的工作。可是你没有来，这就是结果。我跪在雨中等你，外人看我出尽了洋相。你知道他们怎么说我吗？他们说，秦家的小姐不要脸面，要跟男人私奔，却被男人给抛弃了，是自作自受。在我最懦弱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这些年，我的心被撕成了碎片，人人践踏。我好不容易掸干净了泥土，把它补了回来。可是这时候你又回来说你要弥补，弥补什么？小三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看错人了。下山之后，你就赶紧离开这儿吧。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牵连。宋副官，我记得你是二哥身边的老人了吧？前些年中了一枪，伤口就在这儿。军医嫌伤患太多，专挑轻伤的治，把重伤的放在一边。二哥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派人拿枪指着那个军医的头给你做了手术，又当着全军的面毙了那个军医，还安置了死伤士兵的家属。三少爷，好记性，果然这几年你是在装傻。二哥虽然借此事在军中立威，让福远军为他安心效命，不过他救了你的命不假，你为什么要背叛他？我没有背叛二少爷。那你就告诉我，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是谁让你来离间我们兄弟二人之间的感情？杀你是我自作主张，不关二少爷的事。只有除掉你，二少爷才能稳坐江左。你想杀我，为什么还要上山救我？其实救你，才是二少爷的命令。既然我接受了命令，就要完成任务，完不成任务，那就是军人的耻辱，给二少爷脸上抹黑。哼，好一个忠肝义胆。宋副官，如果我把你押回福远军，让老爷子审你，你是打算实话实说，说你自作主张呢，还是想嫁祸给别人？既然你已经动了手，又和二哥有这样的关系，无论是不是二哥派你来杀我的，这个黑锅，二哥都替你背定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不想争什么一家的江山，也不想跟二哥撕破脸。不过这话跟你说了，你也不信。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不过你的命不能留。自行了断吧。二少爷，我的大恩人，我老宋无能，没有杀了这个小杂种，连累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二少爷，
我先走一步。怕了？你为什么把枪给他？你不怕他打死你吗？上山你都不怕，现在下山怕了？上山时，我是拿自己的命做赌注，反倒不怕。如今慕容家输了，我赢了。要是出了什么变故，搅了这盘局，我自然害怕。三公子，我实在不明白，如果把他送回抚远城，自有易大帅审他，到时候一定会真相大白。为何你要让他死在这里？这岂不是死无对证？让他回到抚远城，不外乎就是两种说法。一种是受了二哥的指使刺杀我，另外一种就是为了二哥来杀我。虽然两者本质上有大不同，但是最终这个黑锅都得我二哥背。三公子的意思是，二公子是无辜的。我二哥不可能派人来杀我。至于他到底是不是为了我二哥而置我于死地，我看他也没说实话。此话怎讲？他如果真的忠于我二哥的话，怎么会在死前喊我二哥的名字？这大声嚷嚷着，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二哥想置我于死地。这明显就是拿我二哥当挡箭牌，保护真正的幕后黑手。现在山上的人不多，我还可以掌控局面，但是一旦回到了抚远，就算查出了幕后黑手，大家心中难免会种下一根刺，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。三公子说的极是。这番话，我可是对你推心置腹，你要替我保密。那是自然。现在宋副官人死了，我的马也死了。潘先生身手这么好，又救了我2次，不知道潘先生愿不愿意接替宋副官的职位，当我的新副官。多谢三公子。这件衣裳已经帮您缝补过5、6次了，平日里也不见您穿。拆了缝，缝了又拆，老爷这是折腾衣裳，还是折腾我呢？你说呢？我说，这件衣裳看起来有好多年了，老爷每年扔掉的衣裳，比这件新的没有10件也有8件了。怎么这件衣裳，却还是压在箱子里？就算坏了，也不见换，只见补呢？这件衣服，是我年轻的时候，打仗之前一位故人送的。他说山里边冷，让我多穿件衣服，所以一直贴身穿着。那位故人，一定是位极漂亮的女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不是位极漂亮的女子，老爷你会这么想着她吗？恐怕早就忘了吧。漂不漂亮，和我几位太太相比，她并不出挑。可就是忘不掉，她现在走了这么多年，这件衣服我总舍不得扔。
每次拿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当年上山打仗的时候，他送我时的眼神。那眼神能让人整个心都暖起来。今日我对老爷的印象又有些改观。原来见老爷总是与我调笑，以为老爷是个贪恋美色之人。今日看，老爷怀念故人的模样，发现老爷不仅贪恋美色，还贪恋人情。怀秀，等我100年之后，我的寿衣还由你来做。您慢点。前面马上就到方家店了，宋副官选的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凶险，三少爷另做打算吧。那放心吧，我知道有个人他一定会帮我们的。上次还在说相识相知，未必不能相好，想不到这么快又和三少见面了。三少奶奶也在，我见过你。我知道。三少，你应该有事要和我说，不然我们借一步说话。潘公子，你带着小桑在这等我一会儿。我跟闵小姐，三少爷最终还是藏不住锋芒，猛虎下山了。要不是慕容峰那个小子，本少爷还能再藏2年。现在在芝山上露了爪牙。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易连凯是什么样的人，想必我做什么事情都有很多人在背后盯着我吧。其实收着爪子可以装无害，但是如果露过一次凶相，想要再装，那可就难了。当然了，与其一味退让，倒不如时常打磨利爪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闵小姐果然是个妙人。三少，你今天找我来，不是只是为了夸我是个妙人吧？今天来是想管闵小姐借一样东西。范先生在这里遇害，大家都应该清楚，方家店现在对我来说局势有多么的危险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闵小姐的脸。你就能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在外面装腔作势吗？这次没有闵红玉，下次还会有其他人，也不是头一回了。这次吵完，下次还会吵得更凶，索性也就视而不见了。窦玉林他说，自从你嫁过来，以前那个常常欢笑、
充满欢乐的秦桑不见了，后来还经常生病。我不明白，如果不是我，这世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好男人，你为什么独独嫁给了一个给不了你半分快乐的易连凯呢？我这辈子最不甘心的事，就是嫁给易连凯。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？要忍受着他的轻视和侮辱，这么过一辈子吗？秦桑，他这样对你，我真的无法坐视不管。嫁给易连凯是我母亲的遗愿。她出身于官宦世家，没想到家道中落，无奈嫁给我父亲那样的人。说来也是可笑，我父亲本来是酷爱游山玩水、胸无大志的人，却生生被我母亲逼到政府里去任职，每天都被人蹂躏、欺负，回到家中就垂头丧气的。我母亲就说她不求上进。为了名声和地位，你母亲当真要对你和你的父亲如此刻薄吗？人一旦有了执念，就会把一切都置之于度外。母亲让我嫁给他，无非是想让我完成他未尽的心愿，让父亲重回政坛，飞黄腾达，让我们秦家不再任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而现在，只盼着他能在易家的角逐中胜出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他胜出，你完成了你母亲的夙愿，你会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吗？会。好，那我来帮他，帮他成为夫君的继承人。我帮他，也就是在帮你，帮你拥有选择的自由。无论你是否选择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离开你了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一个失过约的人吗？你给我的那个帕子，我已经丢了。既然东西丢了，心也自然是丢了。就在你失约的那一天，秦桑，那天的事情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完完整整的告诉你。我一直都在心里。想要我的脸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大家都说闵小姐不是等闲之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想要什么尽管提。我要你在抚远那座古宅。我们要走的是李重年的地盘，现在战事刚刚结束，他们的防守还比较松散，我们可以通过闵小姐的人脉过关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严加防守之后，想必我们就再也回不了抚远了。赶紧走吧。包厢里有没有这个人？没有。说实话。真没有。走。哦。这些都是被放出去几个富商公子的资料。一共放出去4个，都在这里面了。我遇刺的消息放出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有什么动向？
咱们抚远军倒还算安分，只是有一个人最近的动向，确实有些多了。谁？李重年。有人说他去了成州，又有人说他去了方家店，更是有人说他去了江双喜的地盘。地上消息的人每一个都是言之凿凿，说是亲眼所见，所以我也分不清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是假。他不过是故布疑阵，掩盖他真正的目的。妹妹真是年轻漂亮，上次芝山一别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妹妹不止年轻漂亮，就连身上的味道也是清新脱俗。不过这味道，很像未出阁少女的味道。我自从嫁进易家以后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像闵小姐，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。妹妹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这女人要是有了男人之后，身上的味道可是会变的。堂堂三少奶奶不会真的让我说中了吧？嫁到易家这么多年，你不会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夫人吧？闵小姐，话还是不要乱说的好。潘先生可得警惕着点儿。你要是睡着了，有人想对我不利，我岂不是任人宰割了？三公子对不住。虽然我们开在山道上，但这轿车舒服得很，开得平稳也不颠簸，就难免懈怠了一些。哼，这东阳难道没有轿车吗？这倒不是，只是我们在日本受训时出行都用军车，从未坐过轿车。今日体验了一番，才知道其中好处。难怪军阀和富商都喜欢坐轿车。要是车的话，那好说，等我回去之后送你一辆就是了。虽然我没有实权，但是银行里钱多。三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用破费了。这过惯了苦日子，能享福的时候就要多享点福，以免哪一天掉了脑袋没享过福，这多亏得慌啊！我看三公子享福的日子还有很久。聪明人，会说话。三公子此时应该在想，本应该和闵小姐共坐同一辆车，软玉温香在怀，才不负这良辰美景。可惜只能和我同一辆车，两个大男人挤在一起，公子爷心里也挺膈应的吧？这你就错了，和你共坐一辆车，是我故意让闵小姐这么安排的。我做这些，可都是为了你呀。哼哼。我爹死了，我爹就这样死了。颜月，放心吧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一家对不起你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走吧，你过来。外面搜查的这么严，我们怎么能过去？如果过不去的话，我干嘛要找闵小姐啊？闵小姐既然说能过得去，那我们就一定能过得去。
此处是李重年和夫君交锋之地，三公子明目张胆地出现在这里，恐怕有些引人注意了。我当然知道了，不过现在我身边不是有潘公子来保护我吗？要是李重年的兵来了，我就派你去断后，怎么样？我是跟你说笑的，其实我是饿了，坐车坐了一天，下车吃口东西，伸伸腰，伸伸腿，松快松快。潘先生如果在三少身边待久了，就会知道，他这个人向来不按套路出牌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可没你说的胆子，我要真那么大胆子的话，我就一路杀过去，干嘛还要仰仗女人呢？你没有一路杀过去，反而来找我，这不说明你胆子小，反而说明你心细。当今天下像三少这个样子，胆大是雷厉风行，心细的时候谨小慎微，大开大合、能屈能伸的人，已经为数不多了。为数不多，那我们就来数一数。潘公子，还记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跟我说江双喜和慕容峰都不足为患。那我问问你，李重年怎么样？依我看，三公子最该防的人就是李重年。多吃点吧，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过来了。放行吧，这车上都是我的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最近上头有命令，所有人都必须下车进行搜查，包括我。当然。这样吧，你挂个电话，看看谁敢搜我的人。挂给谁都没用。包括李大帅。我们李大帅现在已经休息了。相信我，挂个电话给他，否则我让你脱了这身军装。好的。哎，父亲，落子无悔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下棋心不静，破绽自然百出。你倒是比我稳得住。父亲心不静，是因为父亲是局中之人；我稳若泰山，那是因为我是局外人呐。你说，老二和老三，哪一个先回来？怎么，父亲，您不希望他们两个人一起回来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也希望他们能一起回来。中秋团圆，一家人和和睦睦、高高兴兴的，多好。可到了这个关节，我就是希望，无论他们做什么事，应该分出个高下。有了高下之分，这样舍弃另外一个的时候，也不至于愧疚和难过。少帅到。手这么凉，身体不舒服？没事儿。我爹曾经告诉我，如果知道他去世的消息，不能哭，只能忍。岳父尸骨未寒，父亲又生死未卜，一家这次
恐怕是斗不过此难了。而我这次回来，这身上的责任，只怕会更重啊。我爹曾经说过，高处的风光都是凶险的。一家称霸江左这么些年，有无数的人在虎视眈眈，这暗处的眼界都是躲不过的。烟雨，放心吧，不管这次幕后的黑手是谁，咱们易家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我易连神一定会为岳父他老人家报仇。我懂，要让我爹死得其所。三公子回来了。三少奶奶，大哥，爹怎么样？放心吧，爹没事，你们平安回来了就好。大嫂还好吗？我怎么能放心呢？你告诉我爹到底怎么样了？爹真的没事，你看大哥都轻松自若，你放心吧。啊，管家，哎，照顾好我的2位朋友。是，二位请。大哥，父亲怎么样？二弟，你们平安回来就好，放心吧，父亲他老人家无事。二哥，大哥一直陪在爹的身边，想必伤势不是很严重，咱们还是听大哥的吧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如果不是你带着一帮狐朋狗友在芝山上吃喝玩乐，成军怎么会去围山？如果不是范先生担心你的安危，前去调停，怎么会在半路上被人刺杀了呢？别说！好了。你们2个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的说呢？如今，二弟在前面打了漂亮仗，3弟又成功制退了慕容家的军队，而且，你们都平安的回来了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你们都听大哥的，有什么话，进去再说。是。这是父亲特地为你们准备的接风宴，你们不吃，他老人家会不高兴的。来，先吃饭。大哥，父亲此次遇害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呐，尽管放心好了，父亲无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原本父亲想设计引诱出凶手，可是一连几天呢，凶手毫无动静，索性父亲就自编自导了一场凶杀。想看看江左到底是谁，存有疑心。这么说，父亲真的没事？没事，放心了吧？来，先吃饭吧。来，燕远，范先生是我江左文胆，此次身陨，令我们万分哀痛。你也要节哀，不要伤了身子。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严惩凶手。燕云待我爹，感谢大哥。燕云身为女儿，不能为我爹报仇，以示不孝。究竟是谁害死的我爹？还请大哥替我做主。二嫂，这件事情都怪我。若不是我当日急着上山找兰坡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我倒是暗自庆幸，若不是我爹把护卫都派给了你，今天恐怕伤心的人是3弟吧？让二妹先冷静冷静，一会儿我会派人给她送饭去。那有劳大嫂了。啊，对了，此次父亲遇刺的消息一出，江左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。你们能这么快的赶回来，这一路之上还顺利吧？大哥、二哥有所不知，我骑马抄近路，路过了李重年的地盘，
途中碰到了军队，还好我托的人有些关系，才不会被盘查。老三，不是二哥说你啊，你跟秦桑既然已经安全下了芝山，就应该派人给我来封电报，然后到方家店火车站等我，咱们一块儿回来就好，何必要走这么一步险棋呢？骑马抄近路，已经是命悬一线了。这要是坐火车，还指不定出什么乱子呢。三弟妹说的倒也是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咱们先好好吃饭吧。哎，颜渊，别逼自己了。我爹就这么死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我连他最后一眼都没有见到。我爹的尸首什么时候才能找回来？你们为什么要拿他的死做文章？为什么不去找凶手？颜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一家对不起。你可以打我，也可以骂我，就是别再这么折磨自己了。害你那个秦桑，为了他，我爹连命都没了。颜渊，咱们易家的江山是岳父帮着父亲打下来的，如今岳父不在了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，都盯着咱们易家，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不能让江左乱了战局，也不能让江左乱了人心。报仇的事情，咱们得从长计议，所以委屈你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是恨自己，为什么那么任性？为什么非要去芝山找你？才会连累到范先生。有谁怪过你吗？从我们回来到现在，大哥和大嫂一直在说你有气魄、有胆量。可是，在二嫂眼里，我就是个祸害。如果当时我不是非要跟范先生一趟火车，他就不会把侍卫分给我了。如果有侍卫保护他，刺客就不会得手，范先生就不会死。难道我上山找你，就是虚情假意吗？就是为了博一个巾帼恋妇的名声吗？你是不是也这样看我？如果芝山之围我们没有解，如果二哥没有及时赶到去救我们，如果芝山上的大火烧上了山，任何一个结果，今天我们都不可能平安站在这儿。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把握的。可是二嫂她现在对我冷嘲热讽的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她高兴？如果我可以为范先生去死，我也愿意这样做。别说胡话，你的命在我手里，明白吗？还有，
你也别怪燕云。从小我们两个一起长大，我了解他，他就是个直性子。况且，他从小和师傅相依为命，师傅突然走了，他就是悲愤难平，难以发泄罢了。等过了这段时间，他就不会这么对你了。二哥行刺你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哥呢？嘘，宋副官的事情你先别张扬，我认为不一定是二哥干的。二哥只会觉得你不想声张，下次下手会更狠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我们兄弟之间只争抢不翻脸，我只想完成师傅留给我的遗愿。还有，你不要整天都怂恿我去挑战我二哥。下次二哥要是再行刺你，我就去告诉他。够了，宋副官是私自行事，跟我二哥没关系，明白了吗？